你常常觉得时间很不够用吗？是不是很多事情都拖到了最后一刻才做，觉得很痛苦呢？到底为什么我们总是会拖延？又要怎么样改善这个习惯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拖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哦？考试要念的书，平常一直没有看，等到考试前一天晚上才在临时抱佛脚；又或者是开会报告要用的简报，一直拖到当天才慌慌张张的完成，结果就是报告的乱七八糟。拖延常常会对人们造成负面的影响，例如让人呢在心理层面上面感受到煎熬、后悔、自责，同时也可能让事情的发展变得更糟糕，导致更多的问题出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拖延心理学》这本书哦。我们要看的事情是，习惯拖延的人背后可能有哪些性格在作祟，以及有哪些好用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拖延。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几十年，台湾附近海域能够看到的生物越来越少了，渔业资源也逐渐的枯竭，这主要是因为过度的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结果。那为了解决这样子的困境，包含绿色和平在内的数十个民间公民团体共同制定了台湾海洋保育法草案，希望能够全面有系统的保护海洋。但自从2021年民间版本的海洋保育法草案一读通过之后，法案的进度就一直停摆到现在。因此目前绿色和平正在积极的呼吁大家联署支持本会期3读通过海洋保育法，希望能够借此赶快让台湾的海洋恢复昔日的荣景。那如果你也在乎台湾的海洋议题，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一起来了解海洋保育法的联署活动吧。有些人会把事情往后拖，但其实稍后处理跟真正的拖延还是有点差别。如果你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把事情有计划性的往后排，不见得是拖延。但如果是你发现了自己呢一直不断的在延后处理，也开始让你的内心产生了烦躁啊，还有痛苦，那就可能是真正的拖延问题了。那么明明自己也很痛苦，为什么还是有人会习惯拖延呢？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拖延，可能是因为对某些事物状态感到恐惧，而这样子的恐惧可以分成5种类型。第一种呢是害怕失败型哦，主要是担心发现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透过拖延来让事情只剩下一点点时间可以完成。这样子即使做差了，也不能够怪罪自己没有能力，可以用时间不够当作借口来安慰自己。第二种呢，则是害怕成功型，这样子的人呢会担心成功带来一些负面结果，像是让别人眼红啦、害自己受到排挤啦等等，所以对于追求让自己成功的事情就会开始拖延，避免让自己受伤。而第三种呢，则是反抗权威型，这种人不喜欢被别人要求做事情，所以对于被要求的事情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拖延，用这种方式拿回自己的主导权。而第四种哦，则是害怕分离型，他们会渴望有人可以陪伴自己，所以对于需要独立解决的事情会开始拖延，因为当拖延到一定程度，让事情变得很糟糕的时候，就会有人来解救自己，让自己得到其他人的协助跟陪伴。而第5种呢，则是害怕亲近型，主要是担心跟其他人太过的亲近会让自己感觉到不舒服或尴尬，所以对于能够拉近人际关系的事情会开始拖延，例如拒绝找人一起做分组报告，或是一直不去追求新恋情等等。这些就是作者提到的5种拖延人格类型。那如果你是习惯拖延的人哦，可以想想看，自己可能是对什么样子的东西感到害怕。而事实上呢，不管是恐惧、价值观，还是你的信念态度，也都会受到生长的家庭背景所影响。换句话说，你的拖延习惯也可能跟家人怎么对待你是有关系的。造成一个人拖延的原因有很多种，而其中一种因素就是家庭关系。比如说，如果你的家人呢有施压倾向，他们就会过度的对你要求完美，甚至让你感觉到，如果你不是第一名，那你就什么价值都没有。当你被养成这种思维习惯之后，只要你觉得手上的事情一直做不到想象中的完美状态，那么你就不会去完成它。虽然这样子呢，能够让自己觉得总有一天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到好，但结果就是导致不断的拖延。再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家人有控制倾向的话呢，好比说父母总是帮你决定所有的事情，让你觉得一切都被控制，那么你的内心可能就会产生反抗的心态。但是当你又发现直接跟父母对抗起冲突的风险会太高的时候，那么你就可能会透过拖延父母要求的事情来展现出自己的反抗态度。换句话说，家庭内部的互动模式可能偷偷的塑造出了你的拖延性格，也因此，当你发现自己有拖延习惯的时候，也可以先不用太苛责自己。毕竟，我们的各种行为模式都可能来自于复杂的原因，而认清这些原因，就能够帮助我们跳脱视角，准备好自己的心情，开始帮自己找寻合适的解决方案。
但当然啦，拖延的原因也可能来自于一些难以控制的生理因素，像是忧郁症跟注意力缺失症都可能让人产生拖延行为。如果是遇到这类行为，就可能得要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了。好的，在稍微了解了拖延行为背后隐藏的念头跟原因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了哪些具体的技巧，帮助我们练习克服拖延吧。作者提到，缺乏可以成功的信心是导致一个人容易拖延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我们需要帮助自己建立出可以达成目标的自信。方法之一呢，就是要把任务目标拆解出可具体执行的步骤，这样你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慢慢完成它。很多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都会看着模糊不清或是太过遥远的目标，然后不知道自己可以从哪里下手。作者呢，就以写这本书当做例子哦。如果每次工作目标呢，都直接设定成写一本书，就会太过庞大，不知道怎么开始。但如果把目标锁定成这一次呢只处理一个章节，或是今天只花2个小时写某一章的某个段落，这样就能够变成一个合理可达成的任务步骤，让我们更容易的往下执行工作。不过，虽然你已经帮自己设定出了比较具体的小目标，但这件事情呢，还是有可能一做就是1-2个小时，让你觉得负担很大。所以作者呢，建议你还可以呢，在每次启动任务的时候，先找出一个小动作是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完成的，然后优先处理完这件事情。这样呢，你就能够在一开始建立起有执行力的成就感，以及明确意识到任务的进度有没有推进，这样就能够帮助你更有信心的往下执行任务。不过，有的时候单靠自己还是很难克服拖延哦，所以你也可以尝试运用外部的资源来帮助自己。其实有些任务本身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困难，它反而跟你内心的恐惧焦虑比较有关，让你对于任务产生反感。所以呢，你要让这些看起来讨厌的任务变得比较好上手跟处理。那关于这一点呢，寻找伙伴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例如，你可以找同伴一起跟你做一件呢让人厌烦的事情，而伙伴感呢会让你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寂寞。也可以善用同伴呢来监督自己的工作进度。作者就有提到一个案例，是有一群人很讨厌报税，所以每年3月都会举办一场聚会，参与的人呢会携带笔记型电脑，还有装满单据、支票、文件的箱子，然后大家开始一边抱怨一边报税，不知不觉就能够把这件超讨厌的事情呢给搞定。而另外一个方法呢，则做出公开的承诺，你可以公开跟大家说你打算做什么，打算要什么时候完成。而这种公开的宣誓呢，可以让你对于目标更加的认真跟重视，甚至如果你周遭的人知道你的目标计划，还有可能在某些时候帮忙监督你履行承诺。比如说呢，当你跟亲友宣誓要减重5公斤之后，下次你在饭后准备吃甜点的时候，家人就可以适时的阻止你。而作者也有分享一个网站哦，它可以让你在上面做公开的承诺，还可以拿钱去赌自己能不能够完成目标。如果成功，你就可以把钱拿回来；那如果失败呢，网站就会帮你把钱捐给慈善机构。这些就是借助外力资源来提高自己行动力的方式。但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很麻烦，或是不喜欢跟别人有这么多的接触的话呢，你也还是可以靠自己建立出达成目标的动力。拖延的人常常会因为罪恶感而不敢好好的享乐，但其实适当的奖励自己，反而能够让自己更有动力的继续完成任务。我们可以把任何喜欢的事物设定成奖励，例如看一场电影啊，看一本小说，或是安排周末去爬山等等。不过作者也提醒哦，最好呢是在完成任务之后就马上给自己奖励，因为这样子呢能够让我们马上感受到正面的激励，而这个时候呢，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我们感觉到很良好，而且会开始把负责完成任务行为的神经元网络连接在一起，这样子你之后呢就有可能不断的重复这些完成任务的行为，产生正向的循环。作者还有提到，我们可以运用瑞士乳酪时间管理法，帮助自己更有效的利用零碎的时间来推进任务。这个方法的核心概念呢，就是不要等待很长的一段空档时间再来做事，而是要善用各种零碎的时间，东做一点西做一点，就能够不知不觉的把事情完成。这就好像是你在一个大任务上面戳很多的洞，而你可以利用各种琐碎的时间来处理这些洞。比如说呢，如果你有一项任务估计呢需要花10个小时完成，那你不要期待出现10个小时的空档再做这件事情，而是要先看看它能不能够拆解成很多小小的动作，然后呢，当你发现生活当中出现一些短短的空档时，你就把它拿来做掉。那使用这种时间管理法的好处是呢，因为执行任务的时间很短，比如说只有15分钟啊、5分钟甚至是1分钟，所以你不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永无止境、充满痛苦。而且因为你是自主决定只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做某个小任务，所以你也会觉得对自己的生活啊、时间更有掌控感。
今天透过拖延心理学这本书来讨论拖延的问题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改善拖延的习惯。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一集只能够分享到零星的几个策略跟方法。书里面其实还有提到不少其他的应对方式。如果大家想要好好的克服拖延这个老毛病，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哦。那根据我们的经验跟观察很多人常常会拖延的东西都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因为这类型的任务通常一开始就不赶时间，所以就被我们放着一直没动。那等到距离截止日期很近了，它就变成一个重要又紧急的任务，开始火烧屁股。比如说呢，老师可能在其中就提供了期末作业的题目，而如果我们可以按部就班准备，期末就不会手忙脚乱，要一次对付各种作业。而另外也有一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是需要有毅力的持续做，例如维持良好的运动跟生活习惯。如果你一直不去从事这类的活动，等到身体出状况了，就会变成了一个重要又紧急的问题。所以在生活当中有意识的慢慢推动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才不会让你的生活常常陷入一团混乱。而最后呢，这节企划李佑呢也想要分享一下自己的实际经验他觉得每次启动任务的时候呢，如果都先告诉自己专注15分钟做这件事情，因为可以预期很快就结束，所以大脑呢就比较不会抗拒。而且当你的身体进入工作状态之后呢，你就会更好的延续下一个15分钟去执行任务。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这种克服拖延的方法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以下这几种改善拖延的方法，你觉得用起来效果最好的是哪一个呢？ A. 把自己的各种任务目标拆解成可以执行的小步骤。 B. 找伙伴一起彼此监督完成手上该做的事情。 C. 帮自己设定各种的奖励机制让自己在完成任务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犒赏自己。D. 学习使用瑞士乳酪时间管理法，开始当自己生活当中的时间小偷，不知不觉的完成各种任务。其他欢迎留言分享你觉得更好用的心法工具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如何克服自己的拖延习惯。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5种拖延人格大解析以及拖延大王的时间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是这样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